代理孕母究竟是人类生子的最后希望，还是对于穷人的剥削？有没有可能沦为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是优越主义者，他们壮大自己血统的工具呢？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每个月的第2个周三，我都会跟各位上传一则从判决看人类，今天是第15次，以律师的身份呢来跟各位讲美国司法代理孕母篇。我们来看一下代理孕母可能发生的争议。首先是呢，如果这个孕母有出卵子，那么跟她有一半的血缘关系，她拒绝交出孩子，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判定呢？如果实验室在植入受精卵，这个卵子跟孕母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实验室植错了，以至于呢生出来的宝宝，他的 DNA 跟委托父母完全不相关，这个时候应该要谁来负责呢？如果孕母完成了整个生产的过程，把宝宝生出来了，而且愿意呢把亲权交给委托父母，委托父母却弃养，这个时候呢宝宝怎么办呢？那么代理孕母对她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妨碍呢？根据2016年的美国妇产科期刊，他们发现呢代孕妊娠毒血症，也就是子痫前症比一般正常的怀孕呢高很多。根据2017年的 Fertility and Infertility， 就是怀孕跟不孕这个期刊来看的话呢，他们研究了124位孕母，发现他们的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还有前置胎盘的发生机会都比一般的怀孕还要多。那么如果代孕的母亲被要求植入越多的胚胎，胚胎数越多，它的风险也就越大。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在代孕上面可能会引起争议的点。如果您听到这里觉得有收获的话，请您帮我按个赞。现在先来跟各位分享，在美国代孕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则案例，是1988年的 Baby M 这个案子，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州对于代孕的立法。1988年那个 Baby M 是这个 baby 的代号。他呢，主要的委托父亲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后裔，他的家人全部都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集中营当中呢被灭杀，他是唯一的一个生还者，所以他很希望能够延续家族的香火。可是他的太太因为有多发性硬化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那他根本是怀不了孕，无法受孕，而且也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承担怀孕的重担。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已婚妇人给了他1万块美金，并且他们之间有立好契约，请他来代孕。这个呢，就是用到了孕母她的卵子所以呢，这个孕母是跟这个 baby 有血缘关系的。那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孕母跟宝宝就是 baby M 产生了非常大的情感的连结，所以她在生产完的时候呢，有非常大的分离焦虑，然后她有非常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委托父母呢，本来是直接到医院就要把孩子抱走，可是看到他这个样子，是担心他会自杀，所以就允许说，那么好，宝宝先放在你身边，跟你1个礼拜。结果这7天的时间，这个孕母她就从 New Jersey 在美国的东北角，然后她就直接带着宝宝逃就躲到了美国的东南角，在 Florida。委托父母报警之后，找了整整4个月才找到孕母跟这个 baby。之后呢，也不是找到了就可以把宝宝带走，因为毕竟这个孕母她是声称她是有一半的血缘关系，而且呢，根据美国的统一亲子法，我们叫 Uniform Parentage Act，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1975年就有一个判定亲子关系的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规矩呢，第一个就是看是谁生的，第二个就是看 DNA 跟谁有血缘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是这个孕母生的，而且呢，这个血缘关系跟这个孕母有关，因此呢，委托人父母是没有办法直接把宝宝抱走的，所以就要去法官那里请求法官来判定。那么在1988年的 New Jersey， 他们一路就告到了最高法院。New Jersey 的最高法院不是联邦的最高法院。New Jersey 的最高法院认为呢，代孕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契约根本就是违法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开放代孕，你用别人的身体就已经违法了，所以呢，代孕契约不成立。那来的话，他们说，那这样可以当做一个收养契约吗？就是你生出来之后，我去收养这个孩子。那因为你呢有付了1万美元的这个商业行为，所以呢，在 New Jersey 当时呢，他们的收养是不能够涉及金钱的，所以收养契约也不成立，因为你也违法。于是呢，这样子就发现这个父亲呢，委托父亲他确实是有血缘，然后呢，孕母本身也有血缘，而且也是他分娩的，所以这样看起来亲权要拆成2个家了，因为这个孕母本身也是有自己的丈夫的，这样变成一个 baby M 要归这个家，又要归这个家，他的亲权被分开，这样也不行。所以后来呢，法院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说呢，
由委托父亲单独拥有亲权，也就是委托母亲呢，既没有分娩，也没有血缘，所以委托母亲完全跟这个孩子的亲权是无份无关的。如果他不离婚，继续跟委托父亲在一起的话，他就可以共同的去照顾这个小孩。如果他离婚的话，他完全没有办法去争这个孩子的亲权。那么在孕母这一边的话，他确实拥有亲权，但是我们现在亲权不能够归成2个家庭，因此呢，把亲权从孕母的身上拿走，完全的单一的归给委托人父亲，然后孕母拥有探视权。那我这里跟各位讲到，我一直讲的是亲权，那很多人都会用监护权这个词，是一个误用。监护权指的是说呢，他不是他的亲生父母，那么可能是爷爷奶奶来监护啊，可能是叔叔伯伯阿姨，或是找一个成熟的一个寄养家庭来监护。不是真正的亲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用到监护权。关于这里的父母跟子女之间，我们讨论的这个词，我们要讲的是亲权。这是第一个最有名的案子，这个案子影响非常的深远哦，就是轰动了当时的美国，所以呢，造成代孕呢的立法呢，重重的被影响到。那么在 New Jersey 隔壁就是纽约州，它本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州，就因为遭受了这样的打击之后，纽约州迟都没有开放到代孕。一直从那个时候1988年一直到2021年的2月15号才终于开放，而且呢严格的禁止不能够有金钱的交易，你可以给他营养费、顾问费、法律律师费，然后呢保险费、健康保险、寿险这些费用都可以给，但是呢不能够有交易行为，不能够是商业的，而且绝对不能够用孕母的卵，纽约州是这样规定。但并不是全美国都禁止用孕母的卵哦，他们现在有分得很清楚，就是有基因关系的代孕，还有没有血缘关系纯粹出借子宫的妊娠代孕，这2种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案子跟各位介绍的是1993年加州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案子，我们称之为 Johnson v. Calvert。这 Calvert 夫妇呢，他们是委托人父母。Calvert 这个委托父母的委托母亲，她因为切除子宫，但是她的卵子是 OK 的。然后呢，他们就找到了这个 Johnson， 她是一个护士小姐，主动的表示她愿意帮他们代孕，所以只要把委托父母的受精卵植入 Johnson 小姐的子宫就好了，完全纯粹就是出借子宫，这个是属于是妊娠型的，就是无血缘关系的代孕。那么本来是非常的愉快，而且合约也都签好了哦，就是将来生出来之后，亲权就归给委托人父母。但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呢，两边交恶，就是 Johnson 小姐呢被发现她过往有死产、流产的记录很多次。那么因为没有诚实的告知委托人父母，委托人父母就很担心自己的受精卵在 Johnson 小姐的子宫里面，不晓得会不会畸形，会不会流掉，会不会死掉，所以就有诸多埋怨。那 Johnson 小姐呢，就反过来的去抱怨这一对委托人父母呢，没有给她足够的保险费，给她保的保额不够高，所以呢，如果你不加保的话呢，我就拒绝把孩子给你。交恶之后呢，就直接告上了加州的法院。加州法院的判定呢，如果是按照统一亲子法 UPA 来判定的话呢，确实 Johnson 小姐她是有分娩的事实，但是呢，委托人的母亲有血缘的事实，然后委托人的父亲有血缘的事实，这样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几乎是五五波。但是法院后来认为说呢，委托父母他们有强大而且真实的意愿是想要这个孩子，那么 Johnson 小姐只是纯粹一种义务帮忙的想法，她从一开始她并没有强大的意愿想要这个孩子，是一直到后来闹情绪之后呢，才用这个孩子作为要挟，不肯交出他的亲权，所以孩子后来是判定给了委托人父母。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是发生在2016年。那这个案例叫做 Melissa Cook 案， Cook 就是我们煮东西的那个 Cook， 这个是这位孕母的姓氏。因为呢，他接受了一个委托，这是一个单身的爸爸，他根本就没有太太。那他呢，就是委托了 Cook 小姐来帮他受孕，完全就是跟 Cook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这个爸爸用自己的精子，然后找了匿名的捐赠者的卵子，然后做成了受精卵之后有3颗，全部都植入了 Cook 小姐的子宫。那植入之后3个全部都存活。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我们植入3个，大概妇产科医师也会叫你减胎啊，减掉一个，剩双胞胎就好了。所以呢，这个委托人父亲就说3个我养不起，请你减胎吧。
然后呢 ，Cook 小姐觉得不可以，她觉得这个叫做杀婴儿。她说：“我就可以帮你好好的怀3个孩子，你不可以杀婴儿。”然后两边就僵持不下，以至于到后来呢，Cook 小姐就告，她就说呢，这3个宝宝通通都要归我，因为这个爸爸想要杀婴儿。然后告到后来呢，法院还是决定把3个宝宝全部都给了这个委托人父亲哦，因为人家这是根据契约嘛，现在这个代孕已经合法了，所以代孕契约是成立的。Cook 小姐不满意，直接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法院拒绝审理。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又再一个案子，又类似的又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法院还是拒绝审理。所以直到现在为止，其实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都没有针对代孕这个事情做出任何的意见，也没有任何的判决。现在全部都是各州自己决定，所以有的州合法，有的州不合法，目前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我们来讲到呢，这样的一个代孕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社会上产生一些负面的效能呢？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特斯拉的马斯克先生有12个孩子，其中至少2位他是代孕哦。那我们知道 Kim Kardashian 金卡夏这位名人啊，就是名媛，她也是有用代孕在生孩子。那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明星叫郑爽，她也是到美国去找代孕，结果后来弃养。这些个情况我们发现，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只要负担得起，他们其实都可以用代孕来繁殖好多孩子，就是他们的孩子可能就会比别人多很多。那像曾经跟各位介绍过，马斯克先生有成立了一家 Neuralink， 在做人脑 AI 啊，就是说想要把人脑升级成为超级电脑。那么他呢就跟这家 Neuralink 公司的高管讲哦，他说呢，如果你想要有孩子的话，你为什么不要用我的精子呢？因为我这个智商是不是胜过很多人？你应该以智商来考量。这个 Neuralink 的女高管确实跟他之间是没有暧昧的，但是呢，她想要有自己的孩子，就真的借了她的精子哦，当然就是用人工的方法啦哦，没有什么肉体上的接触，真的就这样子怀了双胞胎，并且还多了一个胚胎，她就去请人家代孕。然后后来这3个孩子全部都姓马斯克，所以马斯克先生就变成有了12个孩子。那再加上我们之前也听过呢，日本有一个富二代，他才28岁，他去泰国到处的找代孕，他28岁就拥有了19个孩子。那么你看是不是有权有势，或者是呢觉得自己特别优越的人呢，或者觉得自己特别美，然后就是可以付得起代孕的费用的人，就可以壮大自己的血统和繁殖自己的后代。那当然呢，泰国这件事情呢，在2014年之后就全球哗然嘛，泰国政府也觉得这是很丢他们的脸，所以他们就禁止说没有泰国国籍的人不要再来我们泰国找孕母了啦哦。那后来就转去柬埔寨。然后柬埔寨后来也被禁掉之后又转去辽国，那现在不管是在乌克兰或在印度也都非常的盛行代孕这件事情，就是都在穷国家除了美国这种有钱国家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在穷国家。那么如果是印度代孕的话呢，你大概就是要付个28000到38000的美金，但是孕母呢其实连8000美金都拿不到你就知道这钱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那在挣钱非常困难的地方，如果你代孕可以赚个8000块，还是很大的吸引力啊我们可以认为是这样子。但我们也不是说呢代孕就完全不可以。那台湾的话，代孕已经第1读就早就都通过了但一直迟迟没有3读通过。那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又把人工生殖法里面关于代孕的部分的草案又再次的修正，然后现在呢就是公诸于网站之上，公诸于世，让大家来提供意见看有没有更集思广益，能够再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拟定，避免到我刚刚讲到的那些弊病。那么在台湾的话，现在就是目前草案的规定是说呢，一生只能1次你不能够那个生出19个孩子那种日本人这样是绝对不行的了一生只能1次，你一定就是不可以用孕母的卵子然后呢不可以有商业行为，不能够付费不能够是因为付费的情形，但你仍然可以提供营养费、保险费，然后呢法律费，然后心理咨询费、车马费还有坐月子费，然后呢耽误时间费，因为你去怀孕可能就会有几天不能上班，这些情形这些都可以付。这样算一算，其实付的钱也蛮多的，这样算是没有商业行为吗？这个我也不清楚这是各种眉目你都可以去做。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确实呢代孕真的是许多人的最后一线希望，只是呢在许多人的最后一线希望之外，为什么有人已经有那么多的孩子了？那就是因为他有钱，他负担得起，他就可以不断的再更多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好好的管一管各位有任何的想法，请你在下面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
请您帮我按赞、分享跟转发，感恩。